自从俄乌战争爆发后，北约各国曾多次表态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但是就在近期，英国官员向外证实，本国的士兵正在乌克兰执行任务。就在12月13日，根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名高级将领承认，该部队的第45突击队就在今年4月，约有300名成员被派往乌克兰执行任务。今天，大兵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这支部队，看看他们到底有何强大之处。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简称 RM 最早诞生于查理2世统治下的1664年10月28日，根据议会的命令召集了1200名士兵到舰队服役，当时的名称叫做约克公爵和奥尔巴尼海军步兵团。由于约克公爵是海军高级将领，因此这个团也被称之为 Admiral's Regiment， 意思是为海军上将团或者舰队司令团。在17、18世纪期间，该部队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了很长时间。至于陆战队的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档案中是在1672年。自此以后，该部队就成了大英帝国扩张的急先锋。在组建后的300多年岁月里 ，RM 比英国3军中任何一支部队参加的战争都多，因此也赢得了最多的荣誉。不过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早期的 RM 其实并不是一支2栖作战部队，当时他们主要是作为炮手在舰船上服役。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2战期间，而 RM 参加的第一次大规模战役是在1704年的西班牙继承人战争。当时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军的主力，参与的共有1900名 RM 队员，阻击了西班牙赶往要塞的援军。之后在海军舰炮的支援下，海军陆战队坚守要塞长达9个月，该战绩至今依然被留在了他们的徽章上。到了1862年 ，RM 开始配发蓝色军装，并一直沿袭至今。时间来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的英国有着全球规模最庞大的舰队，而 RM 则仍然延续着传统，将所属部队分为2个部分，即陆上作战部队和舰队分遣队。后者一般是以分队单位在皇家海军所有驱逐舰及其以上级别的舰只上服役，一般负责操纵一座主炮和一部分副炮。这是 RM 与其他国家海军陆战队最大的不同。这部分队员其实完全就是舰船上的水兵，与大家心目中的执行2栖作战任务的海军陆战队有着很大的区别。到了2战期间，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延续了海上执行部队和陆上部队分开的编制结构。在战争爆发的最初3年时间里 ，RM 大多是在海上跟随海军舰艇作战。从1940年开始，英国开始酝酿组建全新结构的海军陆战队突击队。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出了这样的号召：组建经过特别训练的部队，把恐怖带到德国人占领的海岸。1942年瓦伦丁节，也就是2月14日情人节，RM 第一支突击队 A 突击队组建，现今的第40突击队。次年，这些独立的突击队被合并成第102皇家海军陆战队队旅 102RM Brigade。该陆战旅后面陆续参加了大部分欧洲战役，例如萨勒诺登陆、特尔摩里登陆、安奇奥登陆，以及在印度和缅甸的作战。1944年，5支 RM 突击队一共1.6万人参加了诺曼底登陆作战，作为先头部队顺利完成了诺曼底的抢滩登陆。到了战争后期 ，RM 的规模到达了顶峰时期8万人。2战结束时，陆军突击队被全部裁减，突击任务完全交由海军陆战队承担。战争结束之后，皇家海军陆战队第102旅改名为皇家海军陆战队第3突击旅。在2战后最初25年里，第3突击旅一直作为英国的机动预备队，在地中海和远东地区执行任务。虽然在经过2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变迁，现今的英 RM 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但该部队的地位却变得更加重要。如果说之前的 RM 只是3军体系中一个普通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新世纪的 RM 已经是大不列颠刀锋部队，代表英国的前沿存在。今天的 RM 以快速反应为建军思想，围绕着第3突击旅组建了一支海陆空3位一体的技术型专业化的精锐力量。总体来说 ，RM 作为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部队之一，其建军历史长达340年，差不多跨越了5个世纪。在英国民众眼中，皇家海军陆战队是一支拥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功勋部队。他们在全球各地为大不列颠的利益战斗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可以这样说，在大英帝国的每一次扩张中，都有着 RM 成员的鲜血。而对于那些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来说 ，RM 则是他们的噩梦开端。现今可能是为了纪念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在过去的300年时间里立下的功勋，也可能是为了缅怀曾经大英帝国的辉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徽章一直将地球作为图案的核心部分。那么，作为该部队的核心的第3突击旅又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首先来说，该旅是英军的一支突击部队，也是 RM 的主要机动单位。
是一支战功卓著、世界最为强劲的特种部队劲旅。特别是其特种舟艇部队 SBS， 即使是在同行中也是名声显赫，被称为隐形恶魔的。而作为英军职业化程度最高的正规部队，该旅备受英国军事当局的重视。为了增强他们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综合作战能力和快速机动能力，英军特意增强了陆战队的编制，采用精干配套的编制，配属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海陆空立体交通工具。另外，和其他国家的精锐部队一样，该旅的成员也是由一些特殊士兵所组成，大多都是由皇家海军陆战队员、炮兵、工兵、海军航空兵等兵种成员，以及其他拥有突击队资质的士兵所组成，有着极强的自我约束意识，应变能力强，富有冒险精神。有意思的是，该旅被称为绿色贝雷帽。现今第3路突击旅编员为5500人左右，最高司令官为英军少将，下辖一个司令部和3个突击队，分别是第40、42和45突击队。每个突击队的规模约700人，基本与一个陆军步兵营相当，但他们的作战能力与后者可不在一个层次啊。根据前沿存在的战略思想，3个突击队会在第一时间赶赴事发地点。在后续支援部队到达之前，他们必须坚守住一条稳固的防线，类似于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1空中突击师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所做的一样。因此，突击队的装备更加精良，配置有70余部反坦克导弹发射器、30门左右的81毫米迫击炮，其训练基本完全按照特种部队的标准，而且他们还能够随时获得皇家空军和海军的火力支援。此外，该旅立下还有一个轻型炮兵团及第29皇家炮兵团，一个工兵营及第59独立突击营，一个后勤补给团，一个直升机飞行中队及一个地对空导弹防空排和一个通信中队，以及更加专业的特种舟艇部队 SBS。 其中第40营是最早成立的，时间是1942年2月，当时称其 A 突击营，后来改制为第40突击队。第42突击队则是成立于1943年8月，主要是负责极地作战任务，例如山岳、寒冷地区、沙漠等特殊地点。而第45突击队在成立后不久便参加了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此外 ，RM 也是最早进驻北爱尔兰的部队之一。不过，从1961年开始 ，RM 便把长期驻防北爱尔兰的任务交给了第3突击旅。该旅在北爱尔兰执行长达近半个世纪，期间有25人死亡，90人受伤，大部分是遭受炸弹攻击所致。可以这样说，在北爱尔兰近半个世纪的执行，为该部队累积了大量的处理低烈度冲突、反恐作战以及城市环境下作战的经验。在这2个方面，他们都可以做美国同行的老师。除此之外，由于该旅实际上是一个轻装步兵旅，主要是在山地、丛林等基地环境下作战，对火力支援单位的依赖性很强，因此第29炮兵团立下的105毫米轻型榴弹炮在该旅作战编程中占有重要地位。还有就是为了确保第3突击旅的作战效果，英军还专门为 RM 组建了2栖登陆部队支援群，平时隶属皇家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战时配属给第3突击旅。该支援群的规模比之一般的陆军旅的后勤支援团更大，因为它在常规的后勤支援部队外还增设了6个特种专业单位，基本上能与陆军师的后勤支援单位相媲美。好了，说了这么多，该部队的训练项目又有哪些呢？一位著名的将军曾经说过，所有的精锐部队都来自一个地方，那就是训练场。这句话用在 RM 部队身上最为合适。作为一支执行快速反应任务的轻装步兵团队， RM 必须时刻保持战斗力，而艰苦的训练便成为了保持战斗力的唯一途径。对于 RM 的成员来说，从下定决心要成为皇家海军陆战队一员的那一刻起，他们的生活就将近与近乎实战的训练联系在一起。现今 RM 的训练大致能够分为2个部分，其一，场地训练，地点位于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训练中心 CTZRM， 主要是负责为 RM 部队甄选队员以及对陆战队官兵的再培训。其二，全球拉练，记住北约各国间密切的防务合作以及英国的外交关系，将 RM 投送到世界上各个气候带、各种地形环境下进行实战演练。其中 CTZRM 的任务是给予军官所有 RM 成员以完备的个人技能和战术训练，里面包括基本、高级野战训练、士官晋升课程以及特别资格课程。期间的训练内容涵盖了新兵训练、军官训练、步兵支援训练、为军事设立的指挥课程，以及为通信兵、军队管理人员设立的特别课程5个方面。每个训练部分都会有一名中校负责。此外，所有的 RM 成员在服役期间都要数次回到该训练中心。从 RM 潜力培训课程到团军师长课程，从军官潜力培训课程到指挥课程，每年平均大约有1200名新兵来此受训。另外，还有2000名新兵和400名军官参加预备课程。另外，
由于所有的陆战队士兵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身份就是突击队员，所以他们都要接受被公认为世界各国时间最长、最艰苦的步兵训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突击队员的训练 CTW。所有想要加入 RM 部队的新兵都必须接受为期30周的残酷训练。训练课程将在3个基地进行，分别是普斯茅斯、查塔姆以及普利茅斯。前2个基地主要负责训练新兵，普利茅斯则是负责其他进修的人员。首先，普斯茅斯的训练耗时15周，主要是传授基本步兵技能，将一名平民变成一名步兵。训练内容包括步兵操点训练、武器使用、军事地理、3防训练、体育训练等等。目前的训练内容已经是改进后的，它将灌输高层次的技能和发挥个人的能力。在此期间将进行5次野战考核，之后新兵将被转移到查塔姆基地进行之后的15周训练。训练重点从个人技能转向双人、小组、排、连的战术训练。另外，野外训练也开始变得更多更频繁，内容包括巡逻、伏击、防御、武器使用训练以及突击器械使用训练等等。至于身体方面的训练，则是包括攻击课程、速度行军。新兵们还将学习如在30周课程里对付他们身上不断增加的负重。查塔姆训练基地的核心思想就是将一名普通步兵变成一名突击队员。最终的考核是从第26周开始，持续7天，会对所有学员的单兵技能和战术素养进行测试和评估。其中有一项是著名的负重行军，负重相当于一个成年男子的重量进行长距离行军。第27周是突击队员测试，内容包括丛林生存能力测试、突击测试、14.5公里速度行军、耐力测试，以及声名远扬的穿越德文郡达特姆尔高原48公里长跑。所有测试都必须在负重10公斤、携带步枪的情况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只有通过了查塔姆基地魔鬼测试的新兵，才有资格戴上 RM 的绿色贝雷帽，佩戴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的徽章。之后，他们可以选择加入第3突击旅的任意突击单位。不过，加入突击队以后，并不意味着陆战队员的生活会变得清闲。与之相反，在他们整个服役生涯中，舒适是离他们最遥远的词语。他们必须尽快将训练中学到的技能用到实际情况中，并融入团队。在 RM 成员服役期间，他们几乎时刻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不是干旱沙漠，就是潮湿丛林。另外，他们还要随时作为2栖快反集群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任务。总结来说，虽然这名高级将领没有详细说明第45突击队在乌克兰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但其作为皇家海军陆战队精锐中的精锐，所执行的必然不是寻常任务。说不定俄罗斯近期爆炸那些机场背后就有第45突击队的影子。